当地时间周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意大利罗马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这是杨洁篪与沙利文继去年3月阿拉斯加对话和去年10月苏黎世会晤后再次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沟通。当地时间周一下午1时左右，中美代表团车队先后抵达会谈地点。据知名公众号玉渊谈天表示，会晤持续了约7小时，超过去年10月苏黎世会晤6小时的时长。根据新华社报道，双方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增进了解、管控分歧、扩大共识、加强合作，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积累条件。杨洁篪表示，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任务。习近平主席提出，新时期中美相处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拜登总统积极回应，做出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对抗等重要承诺。中方始终根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3原则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希望美方将拜登总统做出的承诺落到实处。今年是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50年前，中美打破坚冰，开始走向关系的正常化。杨洁篪指出，坚持求同存异，在妥处分歧之上架起合作桥梁，是上海公报发表50年来经过实践检验的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双方应以史为鉴，把握相互尊重的前提，坚守和平共处的底线，抓住合作共赢的关键。白宫声明表示，会晤是在中美领导人去年11月16日线上会晤的基础上进行的。沙利文提出了一系列美中关系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霍恩表示，此次会晤是保持美中之间公开沟通所做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玉渊谈天的文章指出，此次中美双方在罗马的会晤时机和地点的选取都颇为考究。首先，此次会晤距离上一次线下会晤过去了134天，而这个间隔本可以缩短，因为美方曾提议在1月10日左右促成双方在罗马的会晤。不过中方当时拒绝了，为什么？想想当时即将开幕的北京冬奥会，美国心里应该有数。此外，关于为何会晤地点选在罗马，玉渊谈天指出，意大利在地理上距离中美两国差不多远，从关系上讲，中美关系的稳定关乎意大利的安全与繁荣，而意大利对中美没有非常明确的偏向性。此外，关于罗马，还有个大家都熟知的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也向外界传递了一种信号，不能仅停留在谈上，更要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共识。落实两国元首去年视频会晤的重要共识，应该包括2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个就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评估，还有一个呢就是双方都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选择在罗马，跟上次他们俩在苏黎世会晤意义也是相似，也就是找一个中间的地方，选择一个第三方进行会晤。过去的经验也表明，这种会晤呢，有照顾到双方的关切和舒适度。去年11月，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台湾问题。拜登总统当时就明确表态，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但近期美方在涉台事务上动作频频，公然挑战台湾问题的红线。3月1日，拜登派出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马伦为首的5名美国前国安高官访台，以表示对台的坚决支持。此外，美方日前还与台当局正式签署总值69.9亿新台币的军售合约，对台出售野战资讯通信系统。美国国会近日通过的2022财年财政拨款法案中，还专设条款禁止美行政部门制作、采购、展示不正确标示台湾地区与台当局管辖岛屿的地图等。美国打的这一系列台湾牌，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台湾民进党当局甚至喊出了不排除开第一枪。杨洁篪在此次会晤中直接点出，本届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但行动与表态明显不符。杨洁篪强调，中方对近期美在涉台问题上一系列错误言行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中方要求美方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和美方所作承诺，不要在十分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今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本次中美会晤重要议题之一的台湾问题引起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近期美方在涉台事务上动作频频，公然挑战台湾问题的红线。对此，发言人赵立坚再次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中原则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任何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企图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近年来，美国政府在这个涉台问题上，不断的这个踩红线，这个触碰了这个底线。那所以说，在这一次这个会晤当中呢，中方也严正的告诫美方，这个在台湾问题上不要试图这个触碰红线。会晤中，杨洁篪还就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阐明中方严正立场，指出这些问题涉及中方核心利益，是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任何借此打压中国的图谋都将遭到失败。有分析认为，中美关系的方程式复杂难解，这是客观事实。拜登政府就中美关系提出合作、竞争、对抗三分法后，进一步增加了解题的难度。不过，越是面对这种难题，越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点透美方意图，亮明中方立场，重申中方关切。有人要抹去红线，就要反复划清红线，这是做好中美危机管控、减少战略误差必须做的事，也是这次中美高层会晤最大的作用所在。这一次这个中美双方这个会谈的团队来看，那主要还是外交安全团队了。对于下一步中美双方这个关系这个能否这个改善，那主要看看就是说，在接下来中美两国，特别是美方在事关中国这个核心利益以及重大关切问题上，就是说能不能采取一些实质性的这个做法，就是说把中美两国元首这个会议精神这个落到实处。俄乌局势也成为本次中美会晤的热点话题。杨洁篪指出，乌克兰局势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中方不愿看到的。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方致力于劝和促谈，国际社会应共同支持俄乌和谈尽快取得实质性成果，推动局势尽快降温。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保护平民，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中方已向乌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将为此继续做出自己的努力。其实，对于俄乌问题，中美一直有沟通。今年开年之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3次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均致力于劝和促谈。中美在俄乌问题上，我觉得从立足点就不一样。其实美国在这个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它本身可以说是一个始作俑者。其实它是期待乌克兰不要过早的跟俄罗斯达成这个协议。美国呢，还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越来越多的去消耗俄罗斯。然而，此次中美会晤举行前，沙利文使出了美国外交的老套路，先通过媒体撂狠话，意图为会谈增添筹码。会晤前一天，沙利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美方认为中方事先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考量，但可能不清楚全盘计划。他还表示，美方正在密切关注中方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或者物资支持的程度，并已向中方表示，规避制裁肯定会面临后果。对此，中国外交部已表态，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些操作，目的是转嫁矛盾、挑动对立、借机渔利，既不负责也不道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强调，中方不赞成用制裁手段解决问题，更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当前世界经济受疫情冲击等影响已经很艰难了，有关制裁会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冲击，对各方都不利。我们强烈要求美方在处理同俄方关系时，不得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俄双方将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开展正常经贸合作。美方的这一谎言也遭到俄方第一时间批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在被问及俄是否要求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时表示，俄罗斯有独立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能力，俄没有向中国寻求帮助。好，相关问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中美高官杨洁篪与沙利文在罗马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那管先生，您对这场马拉松会谈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杨洁篪和沙利文这一次在罗马的会谈呢，
比六个多月前在瑞士日内瓦的6小时的雾面又长出了1个小时。那么这确实意味着中美要谈的话题很多，沟通呢非常深入。从新华社通稿来看，会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双方呢都同意要共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要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积累条件。那我认为这些个表述它是留有余地的。那最后一句呢，尤其值得留意，为重回正轨积累条件。那么这显然意味着现阶段中美关系它还不在正轨上。那么推动条件是不是已经积累到了足够的水平？我想这也有待观察。所以呢，我强调它是一定的成果。那么就会谈本身来说，通稿如此表述，双方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沟通。那这些个国际和地区的问题涉及乌克兰、朝核、伊朗核、阿富汗等等，那么都是现在的全球焦点议程。通稿称，中美双方就此交换了意见。我认为这也再次见证了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它的丰富内涵与面向。美方在会后有为居民的高官举行电话吹风会，那么这是美方惯有的一个媒体操作方式。那么在吹风会上，他使用了2个英文关键词 candid、intense， 后一个提法呢被外媒引用的最多。candid 就是新华社通稿中出现的坦诚，那么后者呢意指紧张。当然呢，紧张它有2方面的意涵，其一呢是会程之紧张，其二就是会谈的气氛。我想这表明双方存有明显的分歧。不过呢，紧张归紧张，美方会谈公告呢也指出，双方强调了保持美国和中国之间沟通渠道开放的重要意义。那么这也表明，中美类似面对面的深入对话呢还将会延续。